任之，广州发回电报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王秘书，执行部召开关于斗殴风波处理事宜的常委会，人都到了，就差你了，赶紧吧。 小夏，真不拿自己当外人。迟到不说，让你做了吗？如果不想让我参会，那我走便罢。哎，年轻人气性倒是不小。润之啊，这个会既然跟共产党有关系，你还真不能走。现在是国共合作啊，你要是走了，外面的人又该议论我们排挤共产党员了，这影响多不好。主藏，人齐了，开始吧。关于近期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争执风波，经调查，互殴一事属实。常委会现决定开除打人者同理章，予以之国民党党籍，即日生效。对邵力子等受伤同志，由执行部予以抚恤。邵力子同志受伤期间，其相关工作由沈德全代理。以上。毛润之啊，这样的处理，没意见了吧？打人一事，皆由沈德全召集非法会议肇始，他违背中央意志，破坏国共合作在先，拟密电要求开除跨党人员，逼人签字在后，这才酿成了殴打悲剧。只惩罚打人者，却对始作俑者听之任之，甚至还让他手握重权，这不是罔顾事实，避重就轻吗？润之啊，我知道你跟德全呢素有些私怨，那既然是讨论公事，个人情绪就不要带进来了。我毛泽东做事从无私怨，我并不是代表共产党来评判此事，我是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干部的名义，为邵力子先生讲几句公道话罢了。啊，润之刚才所言密电一事，我毫不知情。如若属实，另行处理。倒是最近呢，总理收到了一封密电，这倒是铁板钉钉的事实。储仓主持不力，既尽纵容，并起明察。储仓兄啊，这拟电之人用心十分恶毒，矛头直指向你。户执行部，毛泽东。润之，这电报是你发的啊？是我发的。沈德全这些人长期在上海执行部制造党内的对立情绪，而叶主任不闻不问，可不就是偏袒纵容吗？王润之，你这是倒打一耙！诸位都在啊，我今天是不是把斗殴一事处理了？要是总理听信谗言，怨不怨难我？要我看，破坏两党合作的不是叶主任，是你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。你可别忘了，你毛泽东是国民党员，你信口雌黄三番五次，在执行部惹是生非，还冤枉叶主任。要说执行部搞对立面，你毛泽东才是罪魁祸首吧？你简直就是执行部的叛徒啊！处心积虑啊，
看这一副书生模样，竟然是个阴谋家。对毛泽东得开除党籍，必须开除党籍，必须开除党籍！开除党籍！这种人怎么能当党人？开除党籍！是不是？这种人毛泽东越级上报一事，已经大大的破坏了我们执行部的团结，长此以往，工作将难以为继。我们对你的工作能力表示质疑。当然了，我们执行部不搞一言堂，大家举手表决，认为毛泽东不适合继续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，请举手。不必了，欲救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不就是想让我走吗？即日起，我从上海执行部辞职。如果国民党让你们这些人把持，国民革命前途无望，枉费中山先生一片苦心。润之，你这个年轻人呐，还那么冲动。这样吧，润之坚持要辞职，那这个你担任的其他职位，我们就不拦着了。但是，文书科的主任，润之你还得勉为其难把他担当起来。润之也是国民党党员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他也要养家糊口，对吧？行吧，那你就韬光养晦，好好反省。哎，不识好人心了，这是啊！行行，全体集合！集合！集合！奉校长命令，立刻执行紧急任务，所有人集合领枪。是。宋云啊，宋云，你这个军政部长是怎么当的？怎么就昏了头，给广州商团的军火下了 pass， 险些酿成大祸啊！总理，您息怒。商团只是本地商会组建的自卫民团，经营10余年。素与我方相安无事，料他商团构陷，皆在看家护院，所以才行绥靖。看家护院，申请上写着购入5000条英国的废枪，可实际查出上万条德国的好枪，还有300万发子弹。这种规模，它足可以武装一个师。他看谁的家？他护谁的院？英国领事团，广州商会自卫武器被扣押，该批武器由英国领事团授权交易，民国政府无权抢占，请速归还之。若武力镇压商团，英方将采取军事干预。扣枪不到24小时就发来了，这背后没有帝国主义撑腰，你信？那个自封广州商团团长的陈连博，他本身就是个英国国籍。自我党联俄联共以来，他们寻衅滋事，制造摩擦。前日还公然打着叛贼陈炯明的旗号，袭我东莞驻军。他们要干什么？他们就是要暴力谋叛。卑职知错了，只是眼下商团以要枪为由，威胁罢市。你让他罢，一步退，步步退，让步促不成大局。卑职谨受教。总理，这是哈佛号扣下的军火，如何处置？
你连军火都扣了，该如何处置？还需要我教你吗？你不是总在仲恺的面前抱怨黄埔的日常操练缺乏枪械吗？嗯？中正明白。同志们，今天会议的最后啊，我想再多说两句啊。我们的党已经正式成立整整3年了。这3年，我们从最初的8个小组，50多名党员，发展到今天已经增加了10倍有余啊。我们的组织已经在大半个中国的版图上扎根，而且成绩斐然。就说最近半年吧，我们和国民党联手创办的军官学校，那也是搞得如火如荼啊。他们培养的是一些军事人才，啊，裘白等同志以上海大学为阵地，为我党培养的是文化人才，一南一北，一文一武，相得益彰。啊，还有厉三和少奇同志在沪西沙场的功运，那也是成绩卓著啊，建立了组织，发展了一大批工人党员啊。这么说吧，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工作，还是和国民党的合作，那成绩都是非常卓著的。但是啊，我要提醒某些同志，工作的思路不能有偏差呀。你们有的人加入了国民党，在国民党内帮他们工作，精诚合作，理所当然。但是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你们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。那即便是国民党有什么问题，那首先也应该向我们的组织汇报，向我汇报。固执己见，贸然把事儿捅到了广州去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委员长？我说的是谁，自己心里清楚啊，我就不点名了。要引以为戒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啊，都先去忙吧。任志啊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坐吧。任志啊，我们党有些同志对于国共合作仍然是有一些情绪，私底下也有一些议论。你在执行部的工作热情很高，这是好事儿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你也的确拿出了相应的态度。毕竟，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看得很重，我也不方便总替你出头。大丈夫，能屈能伸，啊！学生清楚，不委屈。
兄妹皆无大碍，只需好好休养。只是，看先生这气色，怕是有隐疾呀。心者君主之官，心乃神之居，血之主，脉之宗。先生真正的病不在外，而在内，当调理养心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你家先生，面色无华，口唇青紫，脉细无力，可是经常心悸、胸痛，气短乏力，少寐多梦啊。工作多，睡眠少，运动也少，自然会乏力些。此病称作郁症，由心中郁结而起。郁症虽不是疑难显病，但也需慢慢调理。我给你先开几副中药，每日水煎，早中晚分3次服。还有，饮食忌荤腥，忌腌制食物。他特别爱吃辣，行吗？不可，辣椒辛燥，易化火伤阴呢。去站房抓药吧。谢谢大夫，有辣了。任之，干嘛？药了，这当中乱假的。为什么？你瞧我，哪像是有意识的？走。苍白，说说吧。就在刚才，我革命群众双十国庆游行，反对商团罢市，商团武装竟公然开火，打死打伤100余人。这是各地的情报汇总，请诸位传阅。我认为，商团的叛乱只是第一步，陈逆极有可能与他们里应外合，兴兵2万进攻广州，意图彻底颠覆革命政权。诸位怎么看？若情报属实，则此次叛乱敌势凶猛，无论数量还是战局。目前广州城中的滇军、福军，乃至我黄埔学生军，皆处于下风。我建议迅速做出部署，暂避其兵锋。我反对。敌人已经兵临城下，一枪未发便仓皇而逃，我们能逃到哪儿去？是应例行反击，将敌势掐灭于襁褓。诸位，现在不是我们图一己之快的时候，大家现实一些。我们现在所能调用的，不过区黄埔千百子弟，这是我们革命最大的后备啊！昔日反法联军兵临巴黎城下，巴黎理工全体师生向拿破仑请战，可拿破仑怎么说的？我不愿取金弹而杀掉自己的母鸡。难道我们现在就要消耗掉我们革命的精华吗？试问诸位，这个责任谁能担当得起啊？莫言所言不虚。黄埔的每一位子弟都是精华，这正是我等为革命育才所应有的觉悟。试问穆隐，我等练兵意在何为？意在为革命输送军事人才。没错，练兵而不用兵，岂不同那前清的北洋舰队一般？总理要这军校有何用？要我等有何用？我等革命将士，连区商团都畏狼怕虎，还打什么仗？大元帅已经决定，在各军抽调兵力，平定商团叛乱。我们黄埔学生军更不能后退。精华不是说出来的，是打出来的。越是精华，越要经过战场的磨砺。铁不淬火怎成钢？听令！
黄埔学生军立刻编队出征，剿灭商团。是。润之，找个时间，我们带着孩子去拍张照片吧。夏梅，上海不像广州，还不是国共的天下。主政的军阀当局，不管是皖系还是直系，都视革命为眼中钉。中央考虑到安全，规定不能留下私人照片。我只是想留下一张我们一家人的照片，我不会给外人看，不可以吗？组织规定就是如此。来看我这边，要拍了啊！哎，停！小朋友站好，站起来。爸爸，过来拍照！爸爸，快过来拍照！爸爸，快过来！快过来！爸爸，跟我们一起拍照。好，爸爸拍。我们一家4口拍一张全家福。先生太太，我们准备拍了啊！太太怎么哭了？师傅，不怕。润之，你陪我站一站，站一站就好。校长可付多时了，几点响？报告。进来。校长，人到了。周恩来奉命前来报道。这是中共广东区委和张申副主任的介绍信。果然是一表人才啊！坐，不必拘谨。这广州啊，气候炎热，眼见深秋入冬，还跟江浙的3伏天一般。
安来，我记得你也是我们浙江人，怎么样？生活习惯吗？胡校长，我虽祖籍绍兴，但长于淮安，求学于奉天天津，常年天南海北的漂泊，没什么不习惯的。我听说你也去过日本。说来惭愧啊，本想赴集东瀛，终因日语修习仓促，没能读上东京高师。但正是因为在日本的游历，让我接触了各种思想，也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华的欺压，最终促我走上革命救国之路。我投身革命也是自日本起。彼时我军校结业，分在高田联队见习。风闻国内革命既起，我当即告假回国，光复浙江。那时，也正似你这般意气风发、翩翩少年。茫茫神州，以导之狂澜，何人可挽？若冠请缨，唯有青年。校长，我想两党共建军校，正是寄希望于青年。说得好，申府又开出了15人推荐名单，我第一眼就看中了你。申府大才啊，奈何天性自由。他说，由恩来主持政治教育，他自可放心挂冠而去。所以这政治工作啊，还需要你从头抓起。校长，我认为黄埔的政治工作，如青山，似深泉，若曙光。哦，青山、深泉、曙光，愿闻其详。以青山般的战斗意志，镇住青年脆弱多变的心性；以深泉般的革命情操，荡涤青年桀骜不驯的灵魂；以曙光般的政治理论，帮助青年在迷茫中辨明方向。这样，我们培养出的革命军人，才能够知荣辱，辨善恶，行正道。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你的想法颇有格物致知之道。我们的革命，又何尝不是对自我、对国家的格物致知呢？无人我之分，显名利之见，相期于和平之途，相寄于大同之情。这正是总理所倡的天下为公。校长，所以我认为军校的政治教育绝不能止于课堂，应浸润其中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在来之前对黄埔政治教育做的一些具体想法，请赐教。德才若君，中正夫妇何求？恩来，我与廖公议定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。恩来定当全力以赴。1924年10月，第2次直奉战争期间，冯玉祥回师北京，迅速控制北京城，随后囚禁贿选总统曹锟，驱逐废帝溥仪出宫，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临时执政，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。这次政变导致直系大败，使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。日
润之，吃饭了。来，快吃吧。你的呢？回家前，景宇姐请我吃了碗阳春面，快吃呀！来，坐下。回来太晚了，米店关门了，我明天一早就去买。够吗？一起吃。头又疼了。几个月没有发薪水了，日常开支还得靠你夜宵的饺子来补贴。小梅，让你跟着我饿肚子，惭愧啊！你说什么呢？这个家又不能只靠你一个人撑着。润之，要不然你去找业主仓走动走动吧。过日子得花钱，在上海花销又大，总被他这么针对着，你也不好受啊。日子还长，毕竟以后每天都要见面，你得能屈能伸呀。这是公事，不是私怨。张龙、贺伯、景宇、邓中夏、恽代英，所有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，薪水他一概借故不发。总理亲切，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照发，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，故请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，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，实为公便。这中山先生正在北上的途中，会在上海稍息。我已经跟钟府先生商量过了，决定跟上海执行部的其他16名共产党人一起向他呈文，控告业主仓。若现状还不改变，国共两党合作就会成为空白声，恐怕难以为继了。你本来就头疼眩晕，日夜难眠，现在又加上了咳嗽。大夫都说了，你这是郁病，你还不信？急火攻心是大忌，可不能再动气了啊！你上次给中山先生去信，就已经很受排挤了。这次你还写，怕是连现在的文书科主任你也做不成了。快吃吧。吃吧。
先生。哦，润知道了。先生，坐吧。毛先生今年贵庚啊？30有1了。哦，我大毛先生27岁了。毛先生的家乡在湖南，我宋文的家乡在广东，我们2个是邻居哦。你们的联署电我已经收到了。会教大会，本党积弊深重，恕我无能为力。先生已为国民革命鞠躬尽瘁，有先生振奋我辈精神，两党合作出现再多的困难，我辈定能勉力克服。难，肯定难，怎能不难呢？同胞兄弟尚且偶戏愈强，何况2个政党，排斥是在所难免的。但是我们要求同。光绪22在伦敦，清朝政府派密探把我绑架了，给我囚禁在使馆里面，然后又秘密地押送国内，把我处决了。死我不怕呀，但是我死了，那个专制的王朝还在，所以我不能死啊！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，最后联系到我的老师康德利，我得救了。16年后，我还活着，帝制死了。民国了，亚东第一民主共和国建立了，但世道变了吗？2次革命，老袁的枪弹和银弹下，我流亡。流亡中，我4面楚歌呀。民国议会第一政党灰飞烟灭。在东京，我筹建了中华革命党。当然了，满打满算也就300来人。但是毛先生，虽说眼下的局面差强人意，但没经历过那样的生死，我怎会有屡败屡战的心来支撑到现在？自从那个冯玉祥把黄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之后，他就一直来电催促我北上。昨天也就在这个位子上，我告诉记者，此次北上，仅召开国民议会，废除不平等的条约。毛先生，你说，这能实现吗？你也觉得不可能吧？就算冯玉祥有心，那南北各路军阀哪一个是省油的灯？我奔走呼唤30年，都未曾达到的愿景，就一夕会晤，
就能得愿以偿吗？所以赵民呢，还有一些同志又劝我，应在广东保养。但此次北上，我得去呀，哪怕是和平统一就有这么一线生机，我也必须去试试。哎，对，来，毛先生，我请你看一样东西，请。